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剧本穿帮赴山海评分下滑，台词速成引争议。诚意剧本穿帮的事最近在网上炸了锅。刚播出的《赴山海》，诚意一身古装，袖口里藏着半截 A4 纸，镜头给的还特写，台词说得像嚼着棉花，网友们差点没当场翻白眼。弹幕直接开嘲，说这也能叫演员？同行看了都摇头，观众更是笑不出来。其实《赴山海》的穿帮镜头是真不少，有时候远景用个替身近景抠图，台词和配音还老是对不上，观众一边看剧一边玩找茬，乐子全靠自己找。最离谱的还是一场哭戏，诚意还没哭，先把袖子里的纸掉地上了，后期想剪都剪不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外播。剧组说后期赶工，经纪人又甩锅说什么现场收音条件不行。可问题是，同组的王劲松年近60，照样一条过，声音稳得跟老戏骨一样，根本没这些幺蛾子。现场就是会演的和不会演的差距，一对比立刻见分晓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想起李幼斌去年怒批数字小姐提词先生，很多人还觉得这话说中了，现在一看就是提前预警。演员拿着剧本上阵，台词含糊，演技干巴，画面混乱，这种事竟然频频发生。小鲜肉靠流量进组，微博粉丝多就能主角，演技变成了随份子送的。平台要热度，广告商要曝光，真的没人关心谁能演好角色。甭管你名字多响，拍戏能不能过硬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糊弄不了谁。其实这2年总局文件早就发过，明文禁止演员带剧本上戏。结果某平台的古装大剧，主演们被紧急送去上台词速成班，3天学完48集，毕业还合影，横幅写着匠心。诚意也在笑得挺腼腆。观众吐槽匠心变匆匆，悲词变悲课文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说到底，真想认真拍戏，看看孙俪拍《甄嬛传》，剧本贴满酒店，每天练气息练到邻居投诉。倪妮演《流金岁月》，3分钟独白提前2个月找老师抠重音，这些事谁不佩服？现在的演员练戏像去健身房办卡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后来还发朋友圈炫图，粉丝还夸好专业。殊不知，真有镜头拍到顶留在片场玩手机，古装头套也懒得摘，游戏音效外放。你说大家为什么这么容易对演员失望？本职工作不干，光靠人设圈钱，谁还信这些炒作？还有粉丝替诚意喊冤，说他行程满，背不下台词。这借口太野，演员不背词，那谁来演戏？厨师说自己不切菜还想开餐厅，谁愿意买单？观众可不傻，大家都明白什么叫认真。以前骂剧狗血，现在骂演员不上心。从抠图不自赏到剧本手里攥，流量戏份占了头条，演技依旧没起色。5年过去，套路没变，只是加了层戏精滤镜。正午阳光的规矩其实早立住，试镜必须现场读剧本，不提前给台词。侯洪亮也直说，连台词都懒得背，还聊什么角色？传出去不少人点赞。可圈里也有小生私下翻白眼，老前辈就是管得太宽。结果翻归翻，数据最诚实。赴山海才开播3天，豆瓣评分从 5.8 掉到 4.3， 1星评价清一色指着演员像读课文。反观警察荣誉，一帮话剧演员顶大梁，评分稳在 8.5， 根本不用流量撑场，戏就是能打。真金不怕火炼，观众用脚投票，谁踏实谁吃香。其实大家不是偏爱老戏骨，也不是不看脸，只是受不了敷衍。你可以青涩，可以初出茅庐，但不能把不敬业当特长。
吃饭给厨师，厨师说不想切菜，谁还敢下单？有些顶流3天速成班，背词当作苦劳往外秀，把台词变成敬业标签，最后拍出来全靠后期配音补台面。大家巴望能看个好演员，结果刷屏都是谁背词到深夜，谁哭戏吊纸，谁现场玩手游。这些操作谁能信？观众不是傻子，台词糊弄不过去，镜头一到就见分晓。演员抱团刷人气，网友吐槽戏混子，流量主角一回回上热搜。行业里不少人心知肚明，拍戏是技术活，也是吃苦要命的事，熬夜背词，揣摩角色，台词一遍遍练到嘴皮起泡，这些细节一般人看不到。但现在流量时代，谁有粉丝谁做主角，演技跟智商一样成了陪衬。以前选角至少看资历，现在给你看带货能力，微博号多少粉，商务数据怎么涨，谁问你能不能演戏？各家炒作，剧组就缺个靠谱演员，结果剧还在播，吐槽比剧情多。每次剧组甩锅后期赶工，经纪公司忙着替主角洗的，说什么没条件收音，眼见王劲松现场直接来一条，稳得跟话剧团一样。对比一目了然，王劲松60多了，一条过，眼神到位，台词稳健，没啥借口可耍，这才是真正的演员。观众不是在怀旧，也不是故意支持老戏骨接班，只是实在被糊弄怕了。从早年背词到现在搞演员训练营，3天速成，半个月出师，戏还没拍，营销先铺。古装戏里主角玩手机，网友只能自嘲时代变了，但剧场里那股真东西不会过时，饭圈刷分顶不住观众的火眼金睛。其实这已经不是1次2次爆雷，抠图不自赏当年成了笑柄，剧本都不带出门，纯靠绿幕和配音走天下。后来大红大紫的流量演员，连一场哭戏都得靠后期，观众终于明白什么叫演而优则范。台词含糊不清，表情生硬，剧情再牛也救不回演员脱线。再说圈内清醒人，其实行业圈子很早就分了2派。正午阳光要求试镜连剧本都不提前给，现场谁能拿下台词谁进组。其他剧组讲究流程、考核、专业出场。可流量模式下，谁主角谁有话语权。刷脸圈钱，好戏变稀有，不少老前辈忍不住发声。李幼斌那句数字小姐题词先生可耻，本以为过激，现在看来不过是行业预警。可真等到爆雷，观众才发现原来套路点改没变。行业清明难得，热闹全靠炒背词成了敬业，念剧本都拿奖，行业标准变回小品水平。孙俪、倪妮这些认真的演员其实是例外。戏圈的现状，说好听是流量主导，说直白就是谁红谁演。演技这件事早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。3天速成，背词如同打卡。你要说观众挑刺，其实不过是看不过那些虚假努力。饭圈花式表扬，哥哥背词到深夜，结果台词全背到大白纸上，拍戏只先落地，戏还没演透。后面围绕成一剧本穿帮事件，网上也掀起一波行业吐槽。有人调侃演员都快变成背课文的，也有业内人士暗中担忧，戏剧的基本功没人看重，靠热搜炒作，作品质量越来越难保证。从前拿台词默戏，现在拿台词凑人设，营销变主业，演技成副业。这种风气谁都看在眼里。随后王骁发文力挺诚意，意思是年轻演员压力大，大家要理解。粉丝一边倒，捧人的声音是头足。也有王劲松这样资深演员，一条戏拍下去台词稳，表情扛得住，不需要什么速成班，也不玩花活。剧组给的时间不多，可真正有本事的演员总能一条过，在行业里立住脚。
不是谁都会搞花样，戏混子一茬茬，老戏骨总能撑场。大家说到底，不是非要拿年代对比，也不是唱衰，无非是不想再看到那些假努力、假悲词、假敬业。角色不是靠营销垒起来的，戏不是靠表情包垒起来的，真东西总是能被观众识别。演员玩手机，台词掉的，剧情抠图，这些都不是行业的光彩。饭圈别太神话，观众不会陪你演戏。所以以后再看到谁在热搜上说背词到深夜，记住先别急着感动，问问背的是不是自己的词。演戏这碗饭没那么好端，不敬业的人迟早要露出马脚。至于程毅这次剧本穿帮，只能说路线的这一指，其实背后有一锅。行业有规矩，艺人靠敬业，谁真谁假，观众心里都明白。一天的热搜过去了，大家扒梗起梗，说到底就是一句老话，台上的戏骗不了坐在台下的人。